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今晚我们来聊聊大明王朝的第一位太子朱标。提到这个名字，你脑海中浮现的大概是一个唯唯诺诺、整日被暴君父亲指着鼻子大骂的懦弱受气包。这是流传了600多年的政治错觉。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真实的明初权力格局远比戏剧更加幽暗。那个一辈子躲在老父亲阴影里的男人，绝非一只任人揉捏的绵羊，恰恰相反，他是中国封建史上拥有最恐怖东宫实权的太子，是能够让常遇春、蓝玉这些杀人如麻的悍将甘心跪服的隐形执剑人。他是一头蛰伏在温吞水里的猛兽，从不轻易亮出獠牙，却在无声无息中拿捏了整座帝国的脉搏。故事的起点要回到公元1355年的那个秋天，那是元朝末年，中原大地早已沦为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那一年，28岁的朱元璋还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头顶是陈友谅、张士诚这些随时能碾碎他的庞然大物，脚下是随时准备倒戈的草莽兵痞。就在他率军准备渡过长江，去啃下吉庆这块硬骨头的前夕，他的长子在一座弥漫着汗臭与血腥味的军营里降生了。在震天的战鼓和绝望的厮杀声中，朱标发出了第一声啼哭。这声啼哭对杀红了眼的朱元璋而言，宛如一道穿透炼狱的神谕。他每天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在算计与防备中度日，连睡觉都得半睁着眼睛。新生命的降临像是一根坚韧的毛链，一把将他从彻底丧失人性的悬崖边拉了回来。历史将这个婴儿塑造成了暴君的心理锚点。朱元璋在前线挥舞屠刀，下达着一个又一个灭门的指令。转过身回到大营，褪去满是血污的铠甲，他会满眼柔光地抱起这个柔软的生命。朱标的存在给了这个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军阀一个去征服天下的合法借口。他不再是一头只为生存而撕咬的孤狼，他在为一个血脉的延续打下江山。母亲马氏，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是这幅血色童年画卷里少有的暖色调。马氏深知这乱世的潜规则，想活下去靠的不能是眼泪，而是比敌人更强硬的手腕与更深沉的隐忍。他用单薄的肩膀庇护着年幼的朱标，但战阵之上，婴儿的摇篮外往往就是血流成河的刑场。我们必须直视那个时代的死结。元末惨烈的阶级压迫把人逼成了野兽，所有的道德伦理都被践踏成泥。年幼的朱标，他的童年没有雕栏玉砌，没有岁月静好，他是在战马的嘶鸣和战俘的惨叫声中学会走路的。每当父亲的军队攻陷一座城池，或者内部残酷肃清异己，那些血淋淋的人头就会被高高悬挂在营门外，随风摇晃。换作一个普通孩童，早该被吓得精神失常，留下终生的梦魇。但朱标不同，长期的环境浸染，在这个幼儿的心理深处悄悄催生了一种惊人的脱敏。当少年朱标站在帅府的台阶上，看着亲兵将那些违抗军令的士卒拖下去乱棍打死时，他的眼神里少有孩童的惊恐。他安静地凝视着鲜血，染红青砖，听着骨头断裂的闷响，平静的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秋雨。这种诡异的镇定被后来的史官粉饰为天生沉稳，可天赋的背面往往刻着看不见的诅咒。当一个人从5岁起就被训练得对惨叫无动于衷，他心中那根名为不忍的弦就已经被悄悄剪断了。他顺从地依偎在母亲怀里，看着父亲杀人，看着部将争权，这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化作了草蛇灰线，最终演变成他日后面对朝堂惨案时那种令人心惊的选择性冷漠。他在潜意识里已经默默接纳了父亲的丛林法则。在这张巨大的权力赌桌上，有些人注定是可以被牺牲的，只要这种牺牲能换取大盘的安稳。在这个充满铁锈与泥土气息的初创阵营里，
朱标默默搭建起了自己坚不可摧的心理防御堡垒。但朱元璋并不满足于让儿子仅仅成为一个会算计的小军阀。随着版图的扩张，这位雄主敏锐地意识到，马上得天下，绝不能马上治天下。未来的掌舵人不能只闻得惯血腥味儿，还必须咽得下圣贤书。于是，一张更庞大、更无形，也更令人窒息的命运大网，正悄悄向这个年幼的继承人当头照下。公元1360年，5岁的朱标被正式立为世子。也是在这一年，朱元璋为他寻来了一位在后世被尊为开国文臣之首的老师宋濂。宋濂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正统儒家道统行走的丰碑，满腹经纶，满脑子的仁义礼智信。当这位大儒穿着宽大的儒服，迈进充斥着兵器碰撞声的大元帅府时，朱标生命中最惨烈的心理撕扯开始了。在此之前，朱标的世界法则是父亲教给他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力量决定一切。但宋濂翻开泛黄的书卷，告诉这位世子：王道荡荡，仁者无敌，以德服人，才是天命所归。无法想象，这个还没到5韶之年的少年正经历着怎样撕裂灵魂的日夜拉扯。白天，在檀香缭绕的书房里，宋濂用温和而威严的语调给他讲述唐太宗的纳谏如流，讲述孟子的民贵君轻。朱标天资聪颖，共情力仿佛是天生的本能，他往往能举一反三，甚至在读到民间疾苦的字句时，鲜于先生红了眼眶，惹得老先生抚须长叹，只觉大明未来的人君种子已在此刻生根。但到了夜晚，当书房的门被推开，属于父亲的那个血腥世界便会裹挟着寒风与血腥味，呼啸着涌入他的方寸天地。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系统性压迫下，朱标没有在撕裂中崩溃，却也不得不学会了在2个世界里辗转求生。不是处心积虑的伪装，更不是刻意进化出的讨好型人格，而是在乱世的绞肉机里，一个少年为了守住心底那点人善，不得不长出的生存铠甲。在宋濂等文臣面前，他毫无保留地展露着自己骨子里的温润与共情。他会为卷宗里1-2件蒙冤的案子彻夜难眠，长吁短叹，会为奏折里衣不蔽体的饥民悄悄红了眼眶。这一切从不是演出来的人设，是他刻在骨血里的善良。只是这份纯粹的善意，在父亲绝对的权力与暴力面前，不得不被现实划出了一道无奈的边界。当面对朱元璋那双充满猜忌和暴力的眼睛时，朱标会下意识地收敛起外露的悲悯。他太懂父亲内心深处的狂躁与不安全感，懂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帝王只信刀锋与铁律。他从不在父亲杀红眼的时候硬碰硬地讲那些圣贤道理，不是他认同父亲的杀戮，而是他太清楚，硬碰硬不仅救不了人，反而会连自己求情的资格都一并丢掉。公元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随后在狱中自缢。他的部将、家属乃至江浙一带曾依附过他的富民，很快迎来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那段日子，应天府的青石板上，血迹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连风里都飘着散不去的血腥味儿。后世总爱勾勒太子跪在阶前，苦苦哀求父亲减少杀戮的悲悯画面，也总有人把这场哀求解读成一场精心编排的权力双簧。可很少有人去想，这个年仅12岁的少年第一次直面这般席卷全城的血雨腥风时，心底翻涌的首先是最本能的不忍。他一次次跪在冰冷的台阶下，为那些即将人头落地的囚犯求情，声音哀切，姿态卑微。他低垂的眼眸里是拼尽全力想拉住屠刀的急切。他太清楚这些被株连的人里有手染鲜血的旧部，也有太多无辜的妇孺被牵连的平民。宋濂教给他的仁者爱人，不是书本上的空话，
是他真的见不得这么多人因为一场战争的落幕就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当然，这个早慧的少年也并非全然不懂权力的逻辑，他心里清楚，父亲铁了心要清剿的是张士诚旧部里那些可能威胁江山稳定的隐患。这些人若不除，日后确实可能成为自己登基路上的绊脚石。他也慢慢明白，自己一次次的求情，客观上确实安抚了身后惶惶不安的文官集团，也和父亲的雷霆手段形成了一种无声的互补。父亲唱了白脸，他变成了文武百官心里唯一的暖光。他保全了自己仁厚的名声，也确实坐享了父亲用鲜血铺就的前路。但这从不是他算计来的结果，这是他在父亲的屠刀与自己的人心之间能找到的唯一一条平衡之路。这正是朱标最动人也最复杂的地方。在屠刀与圣贤书的碰撞中，他没有被撕碎，也没有被染成和乱世一样的黑色，而是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规则一点点揉进了自己的骨血里。他既守住了心底的仁善，也慢慢读懂了权力的生存法则。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躲在母亲怀里看着杀戮瑟瑟发抖的孩童，他开始学会用自己的温和，在血水里捞起更多的人，在暴力的乱世里守住一丝属于大明的温度。平定张士诚的硝烟刚过，朱元璋便交给了13岁的朱标一个特殊的任务，远赴临濠拜谒朱氏祖陵。这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皇家仪式，而是这位即将登顶天下的雄主给儿子上的最深刻的一堂民间课。他要让朱标亲眼看看这片土地在连年战乱中变成了什么模样，要让他亲手触摸江山的根基，读懂创业不易，守成更难这8个字的重量。于是朱标带着随员踏上了前往临濠的路。马车驶过江淮大地，他看到的不是江南的富庶，而是满目疮痍的村落，是啃着树皮衣不蔽体的流民，是荒草丛生的农田里随处可见的累累白骨。他亲自走进破败的民房，听幸存的老人讲述苛政与战乱带来的苦难，亲手接过百姓递来的掺着沙土的粗粮饼，指尖触到粗粮粗糙的棱角时，宋濂在书斋里教给他的民为邦本，不再是纸上轻飘飘的4个字，而是刻进了他骨血里的执念。这趟旅程成了朱标一生仁政理念真正的源头。回到南京后，他跪在朱元璋面前，一字一句地禀报沿途的见闻，红着眼眶恳请父亲减免江淮地区的赋税，给流离失所的百姓留一条休养生息的活路。也是从这一刻起，他心里的2种价值观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融合。他懂父亲的屠刀是为了终结乱世，稳固基业，更懂儒家的仁政才是让江山真正坐稳，让百姓真正安居的根本。公元1368年，应天府的皇宫内钟鼓齐鸣，繁复的登基大典昭示着大明王朝新纪元的开启。13岁的朱标站在丹壁之上，看着御阶下如临般贵服的开国元勋，眼神里没有少年人的惶恐，只有历经世事打磨后的沉稳与坚定。随着登基大典礼成，他从吴王世子正式成为了大明王朝名正言顺的第1任皇太子。登基大典刚过，朱元璋便为他配齐了一套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东宫班底。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这些在乱世绞肉机里爬出来的顶级杀神与治世老狐狸，全被朱元璋亲自按在了辅佐太子的位置上，毫无保留地将王朝的未来交到了这个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儿子手中。但懂点人性的都明白，这群骄悍的淮西勋贵眼里只认拳头和刀锋。老皇帝在，他们夹着尾巴做人；老皇帝若是转过身去，他们凭什么对一个只读过几天圣贤书的黄口小儿俯首帖耳？这正是朱标展露他高明手腕的绝佳舞台。面对这群随时会反噬的恶狼，他没有选择硬碰硬，因为论残酷，没人比得过龙椅上的父亲。他也没有搬出宋濂教的那套仁义道德，
因为对这些嗜血的兵痞念经，只会换来内心的鄙夷。朱标用的是一招温水煮青蛙。公元1371年，朱标迎娶了常遇春的长女。这场精心计算的政治联姻改变了朝堂的重力场，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法定继承人，他成了整个淮西武将集团的自己人。但他深知，光靠一层薄薄的姻亲关系是拴不住猛兽的，必须辅以最精准的心理拿捏。在东宫的日常接触中，那些满嘴脏话、动辄在朝堂上拔拳相向的将领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太子殿下从不端着储君的架子。当他们在酒后失言，或是因为一些粗暴的举动惹怒皇帝时，朱标总是那个冒着被痛骂的风险站出来为他们挡枪和稀泥的人。他用一种近乎纵容的温和卸下了武将们所有的防备，但在这份温和背后藏着朱标一生中最不愿被揭开的政治污点。随着天下初定，那些昔日出生入死的功臣们开始在地方上疯狂敛财、圈占良田，甚至纵容家奴欺压百姓。雪片般的弹劾奏章飞入京城，落在太子的案头。如果他真的是个完美无瑕的儒家圣君，此刻应当拍案而起，为民请命。但此时坐在书案前的朱标，眼神里满是冰冷的算计。他看着那些控诉武将暴行的血泪状纸，将他们压在了一旁。为了稳固东宫的基本盘，他心照不宣地接纳了这些肮脏的交易。他默许了武将们的贪婪，把百姓的苦难当成了换取君权效忠的筹码。在这里，他的仁慈呈现出一种高度实用的双重标准。他对底层平民的哀嚎视而不见，却把春风般的温暖全部倾注在了那些手里握着刀把子的人身上。这种拿公平换效忠的阳谋效果出奇的好。常遇春的旧部蓝玉等新锐悍将对太子死心塌地，在朱元璋面前他们是伴虎的惊弓之鸟，但在朱标面前他们是收起利爪的忠犬。朱标根本不需要厉声呵斥，他只需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句提己的问候，就能让这群杀人不眨眼的莽汉甘心赴死。他将大明最锋利的一群兵刃无声无息地收进了自己的刀鞘，一边是用默许换来了武将集团的死心塌地，一边是刻进骨血里的仁政初心。朱标就在这样的矛盾里反复拉扯，不断平衡。他无法彻底斩断和武将集团的利益绑定，便只能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尽力去做一个合格的储君。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另一条路上践行着自己的仁政理想。公元1373年，朱元璋命朱标牵头，会同刑部尚书刘维谦等人修订大明律，这是大明王朝的根本大法，也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国的核心工具。在修订过程中，朱标顶着巨大的压力，删减了多条过于严苛的法条，减轻了数十种罪名的量刑，尤其废除了多项连坐重刑。朱元璋看着删减后的法条，虽有不满，却也最终默许，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比他更懂如何安抚天下的人心。在此后的监国岁月里，朱标多次亲自复核刑狱案件，平反了数十起冤案。但凡有可从轻发落的情节，他一律从宽处理。每遇水旱灾害，他总是第一时间奏请开仓放粮，减免灾区赋税，甚至亲自安排官员带着医药、粮食奔赴灾区，安抚流民。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不是演给任何人看的权谋戏码，而是他从临濠之行后一直坚守的初心。也正是这些实际，让他在文官集团和民间百姓心中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威望。人们怕朱元璋的屠刀，却真心敬这位太子的仁德。当武将集团尽数归心，文官集团倾心拥戴，东宫的地位已如磐石般不可动摇。时间推移到了公元1377年，朱元璋正式下达了一道改变帝国权力结构的谕旨，正式并起太子处分。这意味着，除了极少数的重大军事决定外，大明帝国几乎所有的日常政务、官吏任免、刑名诉讼，首选处理人不再是皇帝，
而是太子。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都是历朝历代极为少见的。通常的储君要么是在父权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旁听，要么就是被当成纯粹的吉祥物。但朱标不同，他拥有实打实的批红权。每天清晨，当南京城的迷雾尚未散去，一筐筐来自帝国各角落的奏折便被抬进东宫。此时的朱标坐在紫禁城的文华殿内，面对的是一个比战场更加诡谲的世界。在那个政治空气近乎窒息的年代，朱元璋的猜忌心正随着帝国的稳固而野蛮生长。为了监控官僚体系，朱元璋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特务情报网，这便是日后令人谈之色变的锦衣卫的前身。很多人以为朱标这位仁慈的太子是对这些特务手段深恶痛绝的，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童话更冷酷。作为权力的共同拥有者，朱标不仅知晓这套暗网的存在，他更是这套系统最隐秘、最高明的受益者。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深夜的文华殿，一盏孤灯下，朱标正在翻看一份绝密的情报，那上面记录着某位大臣私下的牢骚，或者某个封疆大吏书房里的陈设。朱标看着这些文字，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厌恶，只有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第二天，当这位大臣在早朝上因为某个小过错被朱元璋当众羞辱，性命堪忧时，朱标会像一道和煦的微光般出现。他会温和地跪下，为这位大臣求情，给出一个完美的脱罪逻辑。大臣感激涕零，叩头见血，发誓要为太子肝脑涂地。但那个大臣永远不会知道，早在那份情报放在朱标案头时，朱标就已经计算好了这一场施恩的剧本。他从不亲自挥动那把杀人的刀，因为那是父亲的角色，他扮演的是那只收起刀锋的手。他用这种有选择性的仁慈，在全帝国最精英的官僚心中刻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皇帝是暴虐的严冬，而太子是唯一的暖春。这种心理博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全天下的官员都在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致命的依赖，只要朱标在，他们就能活下去。这种通过对比产生的绝对效忠，比单纯的恐惧要牢固100倍。这正是朱标作为猛兽的真正底色。他不靠尖牙利爪威慑众生，他靠的是掌握生杀予夺的最终解释权。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曾短暂地看透了这层伪装，那便是刘伯温。公元1375年，那位神机妙算的刘老先生已经到了生命的残烛之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东宫那个年轻人身上那种深不可测的静气。在一次私下的召见中，刘伯温看着朱标，眼神里少有地流露出了一种名为恐惧的神色。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儒家子弟，而是一个比朱元璋更懂得如何用规则去驯化人性，用温柔去溺毙对手的顶级博弈者。朱标对刘伯温的保护也是极具玩味的。他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回护刘伯温，甚至在刘伯温被胡惟庸排挤时给予安慰。但在刘伯温临终前，当这个老人试图将一些关于帝国未来的忧虑托付给太子时，朱标却用一种得体而疏离的微笑拒绝了。他只想要一个忠诚的智库，而不是一个会左右他判断的导师。这种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力，在处理那群勋贵将领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你还记得那个杀人如麻，连朱元璋都敢顶撞的常遇春吗？他在朱标面前温顺得像一只家猫，甚至连后来那个狂妄到没边、自诩大明战神的蓝玉，只要朱标一个轻飘飘的眼神投过去，他便会立刻收起所有的锋芒，屏息凝神。这种压制力并非来自官阶，而是来自一种全方位的心理统御。朱标太了解这些人的软肋了，他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宽恕，更渴望在老皇帝的屠刀下找到一个避风港。朱标给了他们这个避风港，代价是他们灵魂的彻底上缴。在这个阶段，朱标完成了从储君到影子皇帝的完美蜕变。他像是一盆恒温的水，让所有人都觉得舒适安全。
以至于没人察觉这盆水正在慢慢升高温度，直到将所有的意见和野心都在这股令人沉醉的温柔中彻底煮熟、消解。然而，权力的平衡木永远是脆弱的。当朱标在这场红白脸的游戏中渐入佳境时，一个巨大的阴影正从朝堂的底层蔓延开来。那个叫胡惟庸的男人，正带着满身的贪欲与狂妄，一头撞进朱氏父子的权力囚笼。大明开国以来最血腥的一场博弈即将拉开帷幕，而这一次，朱标将不得不亲自下场，去修剪那根长满尖刺的藤蔓。时间来到公元1380年，那一年的应天府，冬天的风冷得刺骨。大明王朝的心脏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颤。坐在权力巅峰的朱元璋，终于对他忍耐已久的丞相胡惟庸亮出了屠刀。这不仅仅是一场针对贪腐和专权的肃清，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格式化。随着胡惟庸的人头落地，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被生生褫夺，皇权在这片土地上膨胀到了令人窒息的绝对顶点。而在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中，朱标的姿态值得我们拿着放大镜去细细品味。作为拥有披红大权的伴君，胡惟庸平时的飞扬跋扈、结党营私，难道能逃过朱标的眼睛？当然不能。但他什么都没做，只是静静地坐在文华殿里，看着这只权力的飞蛾一点点扑向老皇帝为他点燃的烈火。因为朱标清楚，胡惟庸手中的相权不仅是对父亲皇权的切割，更是对他未来东宫权力的潜在威胁。胡惟庸必须死，但他不能死在太子的手里，只能死在皇帝的雷霆之怒下。随着胡惟庸倒台，一场席卷全国、持续了10多年的大清洗拉开了帷幕。3万多人被卷入其中，牵连抄家、斩首、流放。那几年的南京城，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洗不掉的血腥味儿，诏狱里夜夜回荡着惨叫。今天还在朝堂上高谈阔论的官员，明天可能就会因为一个远房亲戚的牵连而满门抄斩。这种系统性的政治恐怖把大明的官僚阶层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这个万马齐喑的修罗场里，一段关于父子两人的著名心理交锋在此刻登场。有一天，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藤条扔在地上，命令朱标捡起来。朱标看着满是利刺的藤条，站在原地，面露难色。朱元璋冷笑一声，拔出佩剑，亲手将藤条上的刺一根根削平，然后递给儿子，缓缓说道：“你怕刺扎手，所以我替你把这些刺都拔干净了，再交给你。这难道不好吗？我现在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正是为了让你将来能安安稳稳地做个太平天子。”这段话是朱元璋作为独裁者最核心的自我辩护，也是他自认为最深沉的父爱。他心甘情愿地做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只为给儿子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江山。面对这份沉甸甸、血淋淋的馈赠，朱标的反应堪称绝妙。他没有感激涕零地接过藤条，也没有吓得瑟瑟发抖。他抬起头，直视着那双杀人无数的眼睛，轻声却异常坚定地回敬了一句：“上有尧舜之君，下才有尧舜之民。”这句话的潜台词锋利得像刀子。正是因为您用暴政去逼迫臣子，才会有那么多造反的乱臣贼子。很多史学家把这看作是朱标仁慈本性的流露，是他对暴政的勇敢抗争。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权力语境，这更像是朱标在做一场极限的政治表态。他必须在天下士大夫面前，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晰地划定自己与父亲的界限。他接过了那根被削平的藤条，享受了父亲扫清政敌的红利，但他拒绝背负拔刺的恶名。这是怎样一种精妙的双簧？朱元璋挥舞屠刀，斩断所有的荆棘，而朱标站在血泊之外，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一切，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白月光。然而，猛兽的仁慈从来不是无差别的春风，而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筹码。
在胡惟庸案牵连的3万多条人命中，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低级官吏，他们的家属，甚至是不幸沾上关系的普通平民。当这些成群结队的人被押赴刑场，当老弱妇孺在寒风中哭嚎时，文华殿里的朱标沉默了。他没有为这些如草芥般的生命去冲撞父亲的底线，他默许了这种系统性的残暴，因为这些底层官吏的死活动摇不了帝国的根基，反而能填饱父亲那头名为猜忌的猛兽。但当这场火烧到另一个人身上时，朱标的沉默瞬间被打破了，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这个人就是他的恩师大儒宋濂。年近古稀的宋濂因为长孙宋慎卷入胡惟庸案，被从老家金华所拿进京，按律当斩。当这位曾经教导朱标圣贤之道的枯瘦老人带着沉重的枷锁步入死牢时，整个大明的文化脊梁仿佛都在瑟瑟发抖。得知消息的朱标没有选择写奏折，也没有选择温和的劝谏，他直接冲到朱元璋面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的哀求。在遭到朱元璋的冷酷拒绝后，这位向来温文尔雅的太子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毛骨悚然的举动。他站起身，大步走向金水河，作势要投水自尽。这一跳是拿大明帝国的国本在赌。朱元璋的心脏骤然收紧，他可以杀尽天下人，但他绝不能失去这个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接班人。最终朱元璋妥协了，宋濂免去死罪，改为流放茂州。这场以死相逼的救赎让朱标的声望在士大夫阶层中达到了顶峰，天下的读书人都在传颂太子的尊师重道与仁义无双，他们将朱标视作大明王朝从马背上的野蛮走向衣冠文物之治的唯一希望。但如果我们抽出身来冷静审视这场政治风暴，会发现其中藏着令人胆寒的阶级底色。3万多无名小卒的命换不来太子的一声叹息，而一位大儒的命却值得他以命相搏。这绝非单纯的师生情谊，这是极度成熟的帝王权衡。宋濂代表的是天下文人的道统与舆论，救下宋濂就等于收买了整个帝国文官集团的灵魂。他用一种几乎惨烈的方式告诉全天下的精英，只要有我朱标在，暴君的屠刀就砍不断文化的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场以命相搏里藏着他最真实的情感。宋濂教了他20多年，是他儒家理念的引路人，是他在血腥的宫廷里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他的眼泪一半是演给天下人看的权谋，一半是发自内心的不舍与悲愤。这就是朱标永远在算计与真心之间，在屠刀与圣贤书之间反复拉扯。就在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在父子间，在朝堂上找到一丝微妙的平衡时，一场彻底打碎他人生节奏的变故骤然降临。公元1382年，马皇后病逝，这个消息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朱标的心上。马皇后不仅是他的母亲，更是他和朱元璋之间唯一的缓冲带。这么多年来，每当父子两人因为政见不合爆发冲突，每当朱元璋对朱标流露出不满，都是马皇后站出来温柔地化解矛盾，护住朱标。她是朱标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最温暖的港湾。马皇后一走，这道缓冲带彻底消失了。朱标必须独自面对朱元璋那喜怒无常的暴力，独自扛下整个帝国的重担。再也没有人能在他走钢丝的时候在下面给他兜着底了。如今他只能独自站在朱元璋的雷霆之怒前，一边要稳住朝堂的人心，一边要小心翼翼的不触碰到父皇的猜忌红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标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他开始频繁的咳嗽，夜里常常失眠，原本温润的脸上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此时的朱标已经牢牢握住了大明帝国的文武两端，东宫的羽翼丰满到了令古往今来的帝王都侧目。但朱元璋没有忌惮，他看着儿子熟练地拨弄着权力的算盘，眼中只有欣慰。
因为他知道外面的刺已经拔得大半，接下来朱标需要面对的是这座深宫里最棘手的血脉之争。当朝堂的血雨腥风暂歇，南京东宫看似稳如泰山，可千里之外北平的风雪正顺着驿道马蹄声悄悄叩响帝国权力的门扉。公元1386年前后，大明的疆域图上，一个个由朱姓血脉铸就的军事重镇正在边境线上拔地而起。朱元璋为了确保江山永固，将成年的儿子们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帝国的漫长边境线上，赋予他们极高的军事指挥权，试图打造一道由血缘构成的护国长城。这种被后世诟病为历史倒车的封建藩王制度，从它诞生之初就带着一种致命的危险气息。这些年轻的亲王带着父亲赐予的精锐兵马，在边疆与蒙古铁骑厮杀。他们习惯了用刀剑说话，习惯了在自己的封地里做一言九鼎的土皇帝。尤其是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在与风雪和鲜血的淬炼中，他身上的野心与悍勇正在悄然生长。按照历代王朝的剧本，手握重兵的骄悍藩王与深宫中长大的太子之间，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切片里，这种戏码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所有弟弟的潜意识深处，朱标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挑战的对手，他是一座无法逾越的神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明初那套森严到了骨子里的宗法制度。朱标不仅仅是太子，他是马皇后嫡出的长子。在那个将嫡长子继承制视为天地法则的年代，朱标的合法性是绝对的，排他的。如果说其他藩王是枝叶，那朱标就是这棵大树唯一的主干。但如果仅仅依靠制度的约束，是无法让一群兵权在握的恶狼在心里低头的。朱标真正降服这群大明群狼的，是他那不动声色却又无可抗拒的血脉压制力。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侧写，当远在北平的朱棣刚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正在帅帐中接受部将们狂热的朝拜，意气风发之时，南京城来了一位东宫的使者。使者没有带圣旨，只带来了一封太子的家书。朱棣拆开信，看到朱标熟悉的笔迹，温润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这位日后将天下搅得天翻地覆的永乐大帝，立刻收敛起所有狂傲，恭恭敬敬地朝着南方跪下。信里的内容往往不是什么严厉的斥责，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问候。北地苦寒，四地的旧伤可曾复发？近来打猎是否又冲动涉险？边军的粮草我已经从户部特批，提前1月拨付，你且安心守边。这就是猛兽的手段，他不亮刀子，他亮的是底牌。朱标在用最温和的语气提醒朱棣以及所有的藩王，你们在前方耀武扬威的资本，你们的粮草，你们的军备，甚至是你们能在父亲面前保全体面的最后一道屏障，全都捏在我的手里。我是你们的大哥，更是你们的主君，你们的一切荣耀，只要我一撒手，顷刻间就会在猜忌中化为灰烬。这种怀柔与拿捏的结合，让所有的藩王在面对朱标时生不出半点反叛的念头。因为反抗朱元璋或许是出于恐惧，但反抗朱标就是在反抗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舒适圈。朱标用一己之力把大明朝最危险的军事隐患死死摁在了温吞水里。公元1388年，蓝玉率领15万大军北征，大破北元主力，俘获北元皇室官员数千人，牛羊辎重无数，立下了不世之功。班师回朝后，蓝玉第一时间去见的不是朱元璋，而是太子朱标。在东宫的密室里，这位战功赫赫的悍将平退了左右，压低声音对朱标说：臣观燕王在北平，因有不臣之心，收买人心，广纳豪杰。臣夜观天象，燕王有天子气，殿下需早做防备，以绝后患。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是朱标最铁杆的心腹。他说这番话是真心实意为朱标着想，但朱标听完
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笑着说：“他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会有反心？”段对话藏着朱标性格里最致命的矛盾，而非单纯的盲目自信。他懂皇权之下无亲情，可他不能动朱棣。一旦他以有不臣之心的罪名处置朱棣，就等于打破了他坚守一生的兄弟和睦人设，更会触发朱元璋对所有藩王的猜忌，引发新一轮的血腥清洗。他一生都在做朝堂的缓冲垫，绝不能亲手点燃皇室内部的战火。他只能用自己的长兄身份死死摁住所有潜在的裂痕，却没料到自己的生命根本撑不到能彻底化解这些隐患的那一天。他更没料到自己今天对藩王们的百般维护，日后都会变成刺向他儿子的尖刀。而这份他坚守一生的长兄责任，很快就从对藩王的平衡拿捏，变成了他人生中最无法洗白的污点。他对弟弟们的维护，终究越过了公平与正义的底线，露出了封建皇权最冰冷、最自私的底色。撕开这层底色的是他的二弟秦王朱爽。作为朱标的二弟，驻守西安的秦王朱爽完美地继承了朱元璋性格中暴力的那一部分，却没有继承半点政治头脑。在富庶的关中平原，这位亲王全然脱缰，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恶魔。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施虐欲，他发明了各种酷刑对待封地里的百姓。当西安百姓的血泪控诉如雪片般飞入南京，朱元璋怒发冲冠。这位一生最恨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开国皇帝，觉得自己的脸面被这个逆子按在地上摩擦，当即下令要将朱爽所拿回京，废除王爵，严加惩处。就在这正义即将得到伸张的时刻，那位在胡惟庸案中为了救护大儒宋濂而不惜跳河的仁慈太子再一次站了出来。只是这一次，他的仁慈变得那么的冷血和讽刺。朱标拖着已经开始疲惫的身躯，连夜进宫，在朱元璋的龙榻前苦苦哀求。他用了各种说辞，若是重罚秦王，会让天下人觉得皇家无情，有损天家颜面，请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网开一面。在太子的百般维护下，那些原本应该为惨死百姓讨回公道的铡刀，悄无声息地收了回去。秦王朱爽仅仅是受到了象征性的训斥，便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他的封地，继续他那骄奢淫逸的嗜血狂欢。这一幕撕裂了朱标那层完美的圣人外衣。我们在这里必须残忍地解剖他此刻的心理。他难道不知道弟弟在西安犯下的滔天罪行吗？他知道，但在他那被宗法制和皇权利益层层包裹的内心深处，几万个关中百姓的命抵不上皇家的一丝体面。他当年拼死救宋濂，是因为宋濂有统御文官集团的统战价值，也是因为他对恩师的真情实意。如今他拼死保朱爽，是因为他必须维护一个铁板一块的皇室共同体，这其中也藏着他从小就被灌输的执念。马皇后在世时就反复叮嘱他要爱护弟弟们，要做一个合格的长兄。朱元璋也常说，朱家的江山要靠朱家的子孙一起守。在他的认知里，兄弟阋墙是皇家最大的灾难。他宁愿纵容弟弟作恶，也不愿看到皇室分裂给外人可乘之机。他把法律、公平、正义全都当成了祭奠权力的牺牲品。这种家族式的护短，这种视万物为刍狗的阶级傲慢，正是他性格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污点。他用一种包裹着温情的残忍，纵容了皇权的腐败，也亲手在帝国的基座上埋下了炸药。他以为自己能永远控制住局面，以为这种血脉的羁绊可以代替冰冷的法治，但他忘记了，温吞水煮青蛙固然能让青蛙安乐死，但煮水的人也必须时刻站在炉火旁，承受着那灼人的高温。对朱爽的包庇就像一根扎进他心里的刺，他一边要维护皇室的体面和兄弟的和睦，
一边要面对自己坚守了20多年的仁政初心，日夜被自我厌恶和愧疚撕扯，再加上长达10几年的高压监国，每天要在暴君父亲的屠刀与百官的哀嚎之间走钢丝，还要分出心力去安抚骄横的武将，平衡蠢蠢欲动的弟弟们朱标的神经，早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内部已经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裂痕。而公元1390年那场席卷朝堂的大清洗，成了彻底崩断这根弓弦的最后一击。那一年，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连同全家70余口，被朱元璋下令满门抄斩。李善长不仅是朱元璋的布衣之交，更是看着朱标长大的长辈，是整个大明勋贵集团的定海神针。刑场上，70多颗人头滚滚落地，粘稠的鲜血顺着南京城的青石板漫开，而一直被满朝官员视作唯一救命稻草的朱标，这一次却出奇的安静。他站在文华殿的窗前，听着远处传来的丧钟声，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最后一丝气力。他没有像当年救宋濂那样去投河抗争，也没有去龙榻前苦苦哀求。很多人说这是他懦弱，是他无力反抗父亲，但真相远比这更复杂，更令人心酸。他太了解朱元璋了，他知道这一次父亲是铁了心要把淮西勋贵的最后一点根基连根拔起。他也知道李善长确实有错，他明知胡惟庸谋反却不告发，已经触碰了皇权的底线。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明白，这一次他就算豁出性命去求，也救不了李善长，反而会引火烧身，让朱元璋觉得他和勋贵集团走得太近，已经威胁到了皇权。到时候不仅救不了李善长，还会把自己甚至整个东宫的班底都搭进去。长达30多年的高压生活，每天在父亲的暴力、文官的哀求和武将的粗鄙之间来回撕扯，朱标的心理防线早已千疮百孔。他太累了，那种从骨缝里渗出来的疲倦药石无医。所以当朱元璋提出让他去巡抚陕西，考察将大明国都迁往西安的可能性时，朱标几乎是带着一种逃离的心态接下了这道圣旨。公元1391年秋天，37岁的太子带领着庞大的随员队伍，迎着西北凛冽的风沙，踏上了关中大地。在他原本的设想里，这是一场为帝国寻找生机的破局之旅。江南的杀戮太重，应天府的政治空气太浑浊，他迫切地想把帝国的中心转移到这座拥有汉唐气象的古都，试图用空间的转换去割断那条纠缠不清的血腥因果链。他想在一片新的土地上真正践行自己的仁政理想，打造一个属于他的太平盛世。他拖着日渐沉重的病体，亲自去丈量关中的土地，翻阅前朝的图籍，在寒风中考察城防与水利。那时候的他依然残留着一丝想要做个尧舜之君的理想之火，但在西安的见闻却给了他最致命的当头一棒，直接击碎了他那颗勉强维持跳动的心脏。还记得那个被他拼死保下来的二弟秦王朱爽吗？当朱标真正走进关中平原的村落，看到那些在寒风中衣不蔽体、面带菜色的百姓时，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当年那场仁慈的代价。他看到了被秦王府圈占的荒芜农田，听到了地方官吏关于秦王草菅人命的隐晦报告，甚至亲眼见到了那些被秦王暴政折磨的家破人亡的流民。那一刻，风沙吹打在朱标的脸上，他感到的不是寒冷，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泛起的恶心与自我厌恶。他用手里的温吞水护住了作恶多端的弟弟，却把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推向了沸腾的油锅。他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做一个仁爱的君王，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却向那个名为家族利益的恶魔低了头，成为了压榨平民的帮凶。他的伪善，他的自私，他的阶级局限性，在苍茫的西北大地上被无限放大，无处遁形。他想起了20多年前
林豪之行时那些流民的眼神，和他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他曾经发誓要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可到头来他却亲手纵容了残害百姓的恶魔。他一生都在屠刀与圣贤书之间寻找平衡，可最终他既没能阻止父亲的屠刀，也没能守住自己的圣贤之道。长期的过劳，水土的不服，加上这种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内耗，终于压垮了这头强撑了37年的猛兽。在西安的那些个夜晚，朱标开始整夜的失眠。一场看似普通的风寒，悄无声息地侵入了他的肌理，随后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烧断神经的高热。当公元1391年的冬天即将过去时，朱标带着详细的地图和一份关于迁都的奏报，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归途。马车在泥泞的官道上颠簸，车厢里的太子形容枯槁，咳嗽声一声紧似一声。他闭着眼睛，手里紧紧攥着那些图纸，仿佛攥着大明王朝最后的一点希望。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这场宏大的政治实验了。那盆温了37年的水马上就要烧干了，而一旦他撒手人寰，那个失去了唯一牵绊的老父亲将会把整座天下变成怎样的炼狱。公元1392年的暮春，应天府的桃花在一场夜雨后落满了一地，宛如铺开的无边血水。从陕西拖着病躯返回的朱标，生命之火已如风中残烛，躺在东宫的病榻上，听着铜漏里一滴一滴砸落的水声。这位37岁的帝国储君感受到的或许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漫长刑期终于画上句号的如释重负。他终于不用再去揣度老父亲那双喜怒无常的眼睛，不用再去安抚那些粗鄙武将的贪欲，也不用再为那些他本在乎却又不得不妥协的道德枷锁买单。公元1392年4月25日，太子朱标病逝。随着他最后一次微弱的呼吸停止，大明王朝那根维系着恐怖平衡的钢丝在一声脆响中崩断了。如果说朱标生前的隐忍与手腕是一场压抑至极的心理暗战，那么他死后的大明朝堂则毫无缓冲地坠入了再无遮掩的血肉磨坊。第一个精神崩溃的就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独裁者。当朱标的死讯传到锦深殿，65岁的朱元璋没有展现出任何帝王的威严。这位杀伐决断了一辈子的开国雄主，趴在儿子的灵柩上，哭得像一个在荒年里弄丢了全部口粮的老农。37年前，是朱标的降生把朱元璋从嗜血的军阀拉回了人间。37年后，朱标的离去直接抽干了这位老人心中仅存的一丝人性底线。失去了这唯一的心理锚点，朱元璋不再是那个偶尔还能听进劝谏的严父，他变成了一头失去锁链、陷入绝境的疯狼。他环顾四周，满眼都是敌人，因为朱标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一个足以致命的烂摊子。接替太子之位的是朱标的次子，年仅15岁的皇太孙朱允文。当这个满脸书生气，连拔剑都费力的柔弱少年穿着宽大的储君礼服站在百官面前时，朱元璋的眼神里写满了恐惧。东宫留下的那套为了辅佐朱标而量身定制的班底，是一群何等凶残的虎狼。既然最完美的驯兽师不在了，这群曾经乖顺的猛兽随时会反咬一口，将他脆弱的孙子撕成碎片。于是为了给朱允文铺平道路，朱元璋发动了大明开国以来最酷烈也最不留余地的一场屠杀——蓝玉案。蓝玉是谁？他是常遇春的内弟，是朱标最铁杆的武将班底，更是那个时代大明军方最耀眼的战神。在朱标生前，狂妄到敢纵容家奴毁官破门的蓝玉，只要太子一个眼神投来，连大气都不敢喘。但朱标一死，蓝玉失去了主心骨，也失去了唯一的护身符。公元1393年，就在朱标离世的第2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下狱。
这场牵连甚广的大狱，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蓝玉被剥皮食草，那张填满稻草的人皮被悬挂在各省游街示众，以此震慑天下。15000多名开国将领、中层军官及他们的家属被集体斩首。朱元璋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将大明帝国的武将精英阶层连根拔起。他亲手砸碎了自己打造的国防长城，只因为这堵墙已经没有那个叫朱标的男人去镇压了。朱标的骤然离世，就像是在大明王朝的心脏里引爆了一颗炸弹，引发了一场无法阻挡的蝴蝶效应。他死后不到7年，朱棣在北平起兵反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惨烈的靖难之役。这场持续3年的叔侄相残，将整个大明北方拖入战火，无数生灵涂炭，最终以南京城的漫天大火和建文帝的下落不明而告终。所有的腥风血雨，所有的山河破碎，其实在朱标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写好了结局。他带走了大明王朝唯一能够弥合裂痕的粘合剂，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在极端集权与无尽猜忌中不断内耗的帝国。后世总在无数次假设，如果朱标没有英年早逝，靖难之役还会不会发生？大明的历史会不会被彻底改写？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有拨开600多年的历史迷雾，去看清这个被误解了太久的太子。面对这样一位改变了历史走向，却又被历史迷雾层层包裹的太子，当所有的喧嚣与战火都尘埃落定，我们到底该如何去丈量他这37年的人生重量？回望这37年，我们无法用单纯的好人或懦弱的受气包来粗暴地概括他。在权力的染缸里浸泡了一生，朱标早已褪去了最初的纯粹，成长为一位手腕卓绝、深谙人性幽暗的顶级政治家。客观地看，他那温水煮青蛙的权谋，确确实实稳住了大明初建时那摇摇欲坠的内部平衡。他以死相逼救下宋濂，也是在暴君的屠刀下硬生生为帝国抢回了一丝文化的体面。他监国10余年，修订律法，平反冤案，赈灾抚民，用实实在在的仁政给了乱世之后的百姓一丝喘息的机会。在那个以杀戮为运行法则的残酷年代，他就是那把撑开的保护伞，让这座名为大明的修罗场多了一处可以短暂喘息的避风港。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无情地剖析他身上那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冰冷底色。他是一头被礼教规训过的猛兽，他的宽厚里包裹着精打细算的利己主义，他的仁慈带着令人发指的双重标准。为了换取东宫武将集团的效忠，他默许了骄兵悍将对底层百姓的敲骨吸髓。为了维护皇室血脉的虚伪体面，他对秦王在关中大地的暴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一生都在反对父亲的暴政，却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亲用屠刀换来的权力红利。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死结。朱标试图用一己之力去缝合暴虐军阀与儒家理想之间的巨大裂痕，试图在体制的残暴之上开出仁爱之花。但他终究不明白，在一个将皇权集中到变态地步的专制机器里，个人的所谓善意根本无法抵消系统性的罪恶。他以为自己能永远掌控那盆温水，最终却被这套扭曲的政治规则反噬，被撕扯得精神崩溃，成为了这座集权祭坛上最昂贵的祭品。他一死，温水倾覆，大明王朝立刻露出了沸腾且血肉模糊的本来面目。他的一生是一出被权力异化的古典悲剧，也是皇权专制走向绝路的生动缩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王侯将相的千秋霸业终会化为一捧黄土，王朝恩怨、皇权兴衰终究都会烟消云散。但千百年过去，每一个普通人在深夜里的隐忍、妥协、疲惫与身不由己，同样值得被看见，被温柔倾听。如果你此刻也正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一直在小心翼翼周全所有人，
默默独自承受所有压力。我希望今晚这段600多年前的大明往事，能给你一个安静无声的拥抱。夜已深沉，万事慢慢来，晚安。